走进流光溢彩的上海，我感受到东西文化的交融。这里的传统底蕴与潮流气息相辉映，这座城市的人情味与烟火气，点亮了我青春中最炽热的一页。再次回到我曾经生活过7年的上海，最想念早市卖的地道早餐美食。这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个早上。今天来到这个嘉陵市集，是一个上海人会来吃早餐的地方。那我现在就在寻找我今天早上要吃什么，看起来好多的选择，来看一下。2天吃8包。这里有什么好介绍的？对啊，这肉包是特别好卖。如果不吃肉呢？如果是吃香菇菜包，香菇菜包，好啊好啊。因为那时候不小心看了一些影片，然后我觉得哦，这个杀生的这个概念其实很不好，而且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小动物，所以已经11年没有吃肉了。上海4大金刚是一个很出名的上海早餐组合，油条、豆浆、粢饭还有大饼，这个一定要吃。大姐，那个上海4大金刚可以帮我来一份吗？豆包要辣吗？我吃辣的，我要多一点辣椒。所以这是有我们的那个粢饭糕，还有我们的油条。那这个豆包给你添加。好，谢谢。虽然我手上已经有很多食物了，但是我们来到上海一定要吃他们的鸡蛋饼。鸡蛋饼是很多上海人会吃的早餐，所以不能少这个东西。来一份蛋饼。要葱还是要韭菜？韭菜，韭菜。菜的。对对对，你们有加油条了吗？我没有油条，没有但是我可以把你的油条包在里面。可以哦。可以的。好，可以可以。以前我在这里住的时候，都会加油条进去。这是甜面酱，这是辣椒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加酱，哈哈，以前没有试过。哇哦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是在8岁，2004年的时候搬到中国来。一开始我们是住在苏州，在那边待了3年半，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才搬到上海来，在这里住了大概6年半的时间，因为我爸妈工作的关系。好久不见，好吗？这是我学美的好姐妹，叫李珍颖，她是中国环球小姐2016年的冠军，新加坡环球小姐2016年的冠军周智慧，李珍颖，我买了很多早餐，是哎，碳水脑袋，你还记得？超爱碳水。因为我很喜欢吃面包，我是爱吃面包到研究很多食谱，把这个面包成功的烘出来。Cheers！ 以前都是家里阿姨煮的，所以很少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买上海的早餐，这些都是很地道的上海人最爱的经典早餐。这个里面有韭菜。我选的韭菜。嗯。我是一个独生女来的，可能小时候没有什么自信，只是在就是比较熟悉的朋友群或者是家人，面前就会比较活泼开朗一点，但是在陌生人面前会比较害羞，也不敢讲话。在选美比赛上认识 Joyce， 还能那么投契，是一份难得又珍贵的友情。其实我好像没有真正的问过你，你怎么会参加选美？是冲着那个训练营上课去的。然后我想说，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就培训得更好一点，最后非常的 lucky。真的，我没你那么认真。你为什么参加选美？
我是看就是那个报纸有放广告，然后我就纯粹好奇，然后想要去尝试一下玩，因为我没有做过模特儿，我没有经验，然后就去报名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赢，然后也可以去到菲律宾那边比赛。去之前我已经听过你的名字，就是说知道你是上海人，然后就决定那时候去到菲律宾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找你，然后跟你做朋友，因为反正我们两个都是上海的，然后又可以讲中文。在比赛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关系都挺好的，有说有笑，而且他人本身很 warm 很 nice。但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好像我们的体质啊，全部都不一样？对，我们那个时候就一定要这样。是，我还记得2个手这样叉腰，然后脚还要点地这样，然后还要挺一下胸。是的，站直，不可以驼背。对，好辛苦啊！我还穿6寸高的高跟鞋。还记得我们隔几天就要比赛了，我觉得应该去 freshen 一下我们的指甲，美美的上台。然后有一群保镖围着我们走出我们的酒店，进隔壁的 mall。因为那时候菲律宾的粉丝非常的疯狂，很喜欢追我们这些环球小姐，就是让我们2个很惊讶的一个 moment 来的。去这家。你看它就有很多种类，对，你可以选择。正义，我找到了你最喜欢的红色口红。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妆都会比较浓一点，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聊就是这些化妆的话题。但是现在我们的妆。都变得不一样了，真的跟以前差很多。现在会比较简单，会比较自然一点的。那你现在会喜欢什么颜色的口红？现在比较喜欢这种自然的、淡一点的颜色一点，是这样看起来比较年轻。对，有减龄。我们减龄的目标是从口红开始。对，去看其他的。好。其实现在上海有很多明星的店，这一家就是王鹤棣的店哦。难怪那么多人来，应该都是他的粉丝。对，你看他的风格也比较休闲，比较潮一点。T 恤我也是喜欢，舒服的，大件的、舒服的。我现在的装扮跟以前很不一样，现在会比较喜欢黑白色这些比较淡一点的颜色，比较好搭配。但是以前我的 wardrobe 都是5颜6色的衣服，尤其是选美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就是站在媒体呀、拍照的时候，都会想要比较能够 stand out 的一个感觉。正颖。这些颜色，我看到了这个，很像我们以前会穿的衣服。比赛的时候就是这种风格。是啊，越亮色越好。对，然后要 tight， 要 tight。对。你知道吗？这里是一家循环商店，就是它有很多的2手衣服啊什么的，它就是比较环保一些，可以循环。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很多衣服，所以有时候都会做一个大扫除，然后把它捐出去啊，或者是送人这些的。你呢？你也应该很多衣服吧？对，会想说时尚是一个循环，然后会把它再重新拿出来搭配一下，又会是新的风格了，也很环保。其实这个主意也蛮不错的哈。我回去打开我的衣橱，看有哪些衣服比较适合现在的风格。这里还有很多的2手书，然后如果你平时想看华文书，或者有新加坡的网友想看，他们都可以在网上购买，然后邮寄过去。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喜欢读故事书的一个小朋友，一天可以看2、3本书。长大了过后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看书。
今天我可以不上学吗？这是你的愿望吧？这是我小时候的愿望。今天我可以去做时装模特吗？梦想是你。回想起我以前念书的时候，不好好听课，然后上中文课的时候一直在睡觉，所以我回到新加坡去，然后入行，接触了很多中文的剧本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困难，因为很多字都不会好辛苦哦。对。小时候我们家里不是讲英文就是讲广东话，所以我入行了过后看剧本的时候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很多字都不会读，不能够很深刻的理解台词，所以那时候整个剧本都是写满拼音。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把中文练习得好。那时候也是一直在狂看中文的电视剧之类的，东西，对，来补习，然后也是听很多歌，这样我觉得慢慢自然而然的那个中文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。你觉得呢？可以，你现在中文很好，谢谢。从选美过后到现在，在事业上觉得我尝试了不少的东西。去香港学电影武打，到回来新加坡拍第一部英文剧、中文剧，第一次当现场主持人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让我各方面都成长了不少。上海对我来说是家。因为这里有很多我成长的故事。那时候，因为我爸妈工作的关系，我们从上海搬迁到深圳。当时我在新加坡念书，没办法回到上海来搬家，所以心里一直带一点小遗憾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来上海，这次能抽空回来，我特别的开心。有认得这里的路了，很快就到家。就是这个耶，长堤别墅。其实整个环境变得好整齐哦，然后周围的那些小店也开了很多，跟我以前记得的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前面右手边第一个路口拐进去就是。哇，回来的感觉真的很开心。我每天上下学的时候都会走这条路，然后去到那个大马路那边上我的那个学校巴士。万经理，好久不见！这是我们这个小区的经理，他叫万经理。那时候他还很小，对。那现在长得这么大，变化这么快啊，长这么漂亮。对你真的从小看到我大。是。我从搬来上海的时候就一直住在长堤别墅，看到万经理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住过28号，对76号，你还记得54号都做过。这个小区真的还是老样子，是，但是房子都有装修过哦。因为这个小区时间长了，95年建造的，到现在已经30年了。这里就是76号以前住的。大致上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可能那个门换了。对。是啊，这个住了5年是吗？哦，有的，那时候还很小。是很小，就很可惜的不能带妈妈回来，因为在这家也是住了挺久的，跟妈妈有很多回忆。我觉得如果妈妈回来的话，应该会很开心。我还记得这个小公园，以前带我家3只狗过来溜的，那狗喜欢在这里跑啊、走啊。对的，这家就是你之前住过的。54号，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这个54号，它的大门其实在旁边，所以我们走的就是这个阳光房进去的。很少人会走旁边那个大门。然后还记得我13岁的时候，有一个同班同学的男孩在追我，还特地走到旁边那个大门，敲那个门，按门铃，然后被我爸开门看到他，我觉得挺搞笑的，让我回想那个小小的童年的记忆。前面那家就是28号了，
是。那现在的房子基本上和你们住的时候一样，你看有点旧了。我还记得我的房间就是在这个右手边上面的是窗，然后对那个左手边下面是客厅。是的，对啊，这边靠南边的是主卧，你爸爸妈妈的房间。对，还记得。后面还有一个后花园，还有个假山，就石头堆砌起来的，贴到围墙边上。那时候你家的小狗都钻到那山洞里去了。这个你还记得，我都不记得这个了。好吧，我们再走。这边是消防通道。对。小的时候骑过自行车。是，还有带狗来溜。对，遛狗的地方。前面一直到复兴坪公路，到小区的尽头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妈妈跟我经常来这里带狗跑啊，就是那个路比较长一点，狗也玩得比较开心。对，我还记得那个路口，其实以前有养一只狗的。是的，现在还有。还在。在。那只狗。对。还在。挺 surprise 的，这只狗还在，因为自己的狗都已经全都不在了，所以这次看到小黑的时候，就会特别想念我的狗。嘿，你还在哦？啊？嘿 ，You're so sweet。我还记得以前他就一直住在这个保安附近的小木屋。小黑你好 ，This little house。以前我都会带我狗来跟小黑玩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会特别想念我的狗。我觉得这次的旅程过后，我会想要带家人回来一趟走走，重新体验以前去过的地方。这里是西岸梦中心，是年轻人喜欢来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是宠物友好商场，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带宠物来这里。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吧？是，那走吧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好啊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小动物，以前在上海居住时，经常抱流浪猫、流浪狗回家，最高纪录是养了4只狗、1只猫。我的狗离世后，加上工作忙碌，我就没有再养宠物了。啊，快看，这里全部都是宠物的食物哦。蛋糕也是给狗的，是不是超级好看？现在的狗好幸福哦！因为我现在在马来西亚拍戏，然后最近也是有遇到一只狗来我们的那个小区玩，所以应该会买几包送给它吃。哇，它这个好特别，还有蔬菜。哦。好可爱，好像人吃的小饼干。我在我11岁的时候就养我第一只狗，对，1个月的时候抱它回来，是在路边看到它的。9个月后呢，它就送给我5个小宝宝，然后我家就收留了那个最大的跟最小的。我记得我6年前还是7年前的最后一次做蛋糕给我狗庆祝生日，我弄了一个花生酱底的蛋糕，我自己吃了，我觉得没怎么好吃，但是我的狗就很喜欢，它很喜欢。哇，真的好多选择哦，我可能要买几包了。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小朋友，所以小时候很喜欢做 sports。长大了之后就比较敢尝试一些 risky 的 activities。今天带你来玩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，是吗 ？ATV 玩过吗？哇，没有，我现在好紧张啊！别紧张，来享受，不用紧张，走。油门是对，刹车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加油，小心点哦。OK。好酷啊！我也是很久没有开 ATV 了。哦天哪，你还好吧 ？OK。上下坡会比较紧张一点哦。好紧张啊，好窄啊！
我蛮开心，我可以跟他体验这个开 ATV 的活动。我们2个都没有一起这样玩过，以前都是定定的在那边聊天，所以现在就可能会比较有新鲜感一点。哇，这里的环境真的不错哦，这个路好颠簸啊！转弯啦！我是一个坐不定、坐不稳的人来的。还记得那时候有被邀请，就是进 Commando Camp， 然后他们就问我，你敢不敢做 skydiving？ Yeah, of course， 我敢尝试一些可能平时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。哇，这条河好美啊！美是美，但是离河也太近了吧！哇，好多羊哦！哇，好可爱哟！嗨！哇，有大的有小的，好可爱！对，好多羊！嗨，贾玲，好可爱啊！哇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好像挺累了。对，好紧张。你刚才让我看河，但我觉得它离我好近，我都害怕看它。其实我说了那个河了过后，我也自己有一点怕会滑下去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在看路了。哎，那你平时小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是怎么消遣时间的？通常都是待在家吧，陪陪狗，然后更小的时候，我自己在家跟自己玩大富翁。但是现在大了过后，就会自己找活动吧。所以今天是你很放松的一个状态，非常享受。我其实很想开得更快的，我只是怕把你丢在后面。太厉害了，我前面差点追不上你，你已经开始飙车速了。Cheers！